我这个台湾最近又要在吵一件事情，就是重启核能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从国际上历史一直告诉我们，错误的能源政策真的会害得一个国家非常非常惨。我们在节目上一直在看这个国家韩国，它之前已经包括它的股市跌了这么多，包括它熔断也是这么多，包括它的石油危机，包括它的氢气危机也这么多。结果你说它现在韩国又出大事了，所以能源政策真的要笨，而且不能太理想化，要做笨的事情，不要想说自己比别人还要聪明。那韩国就是搞了这样的错事，所以我们看韩国教训要小心，什么样最安全的能源政策才是我们应该选择。那韩国今天又出大事了，像今天亚洲股市大跌，韩国又再度拿到第一。我们这个不要赢韩国了，因为它股市跌了6.4%，对，那日本跌了3.32%，我们台湾跌2%多，当然大家也很痛。中国因为香港股市有中国资金去救，所以跌了3.83%。恭喜韩国再度拿上亚洲第一，而且跌幅又是比别人还要多，永远都是它跌比较多。那韩国这次为什么跌比较多呢？不是氦气，也不是棒球打输了，而是韩国竟然发生了什么事情？它的战备储油竟然不见了。战备储油是拿来救命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这几天不是在讨论，各国要释出战备储油，要把它赶快拿出来用吗？油价大涨。没有战备石油，你是会饿死人的，食物就没有办法运啊，没有办法供暖。虽然现在是春天呐，这是大问题。所以战备储油规定非常的严格，韩国连战备储油都会搞不见，结果你韩股今天弄到熔断，对，就是又发生这个问题。那韩国怎么会发生战备储油不见？这又是能源政策的问题。韩国人真的是又爱算计又要贪财，竟然把脑筋动到战备储油这种攸关生命线上的事情。那我就要讲为什么要笨，你知道吗？那韩国人很聪明，他战备储油啊，他就想到一个叫国际共同储备制度，意思就是说，简单的说哈，我盖很多油库，对不对？那笨的人是说，你一定要把它填满哦，我们台湾要120天把它填满。国际储备是什么？他就跟中东这些油国来说，我这些油库给你用。那你把这些油存满，但是我是租给你用哦。那你可以平常运转，你要卖给台湾啊，卖给别的国家，我等于让你在韩国有仓库，在釜山有仓库，那你随时就可以调度了。对，那什么叫战备储油？那当我要把它战备储油的时候，我可以把它要求说紧急动员的话归我的。对，所以韩国人就不用花钱去买油，然后仓库还可以跟沙地、跟阿联酋这些国家收租金。对。很聪明，你知道吗？平时你就不用储油在这边，是阿联酋跟沙特阿拉伯油商把油槽填满，然后你也不用买油的钱哦，到时候你还可以跟他收租金，你知道吗？真的猛拉，很能赚呢，很能赚了，很聪明了，很先进的能源政策。结果2月开始开打之后，油价是每天都在涨，这些油国就想说，哪里有好价格？印度都赶快把俄罗斯的石油抢过去了。他们也干同样的事情嘛，赶快好价格拿去卖啊！我本来就是转运中心哦，对他们讲国际存备，可是对他们讲赶快高价就卖掉了。等到韩国要用了，才发现储油被卖掉。不是这件事情已经荒谬到说你是跟人家你是租的租，可是但是我会有所谓的优先权可以去买。今天228开打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先去把人家扣下来？这个油我要。你现在让这些油就流出去了，韩国人就是天才，他们以为这些油在我们家的油库里面就算我自己的，可是你还是要行使优先权。对，第一个你要跑公文程序，要包括经济部、韩国经济部还有政府单位要说，我要启动紧急储油，这些归我的。对，启动这个程序要跑公文。第二个，你要把资金拿出来，这是钱呢，到时候我会说。这些油本来是沙地存的阿联酋了，你要付钱给人家哦，不是说你要紧急动用哦，平常叫国际共同储备哦，意思油还是别人暂放在这里哦，虽然你可以把油库填满，是你的战备储油没错，请把钱拿出来，请把公文拿出来。韩国就是没做这件事情，不是这很奇怪，这已经到很严重的事情。你说拿钱拿公文会很难吗？就是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就是爱算跟贪小便宜嘛，每天还在那边算嘛，等到现在涨到100，股市在狂跌，他才在检查说油被卖掉了。所以他从头到尾都觉得这些油不会卖掉，应该没有什么事情的，结果油就真的被卖掉了。当然了，我当然会卖掉啊，价格这么好，我当然卖掉啊。那你要储备，请
请拿公文，还有请拿什么钱来给我。所以各国这样算的话，美国当然很多人家产油国嘛，中国前阵子偷藏油嘛，日本、台湾在这里，韩国在下面只有70天，这个70天还没有包括卖掉的哦。那我就一直在讲说，为什么能源政策要笨？为什么我们要讨论核电的议题、能源韧性的问题？我来算。战备储油钱是很贵的。我们台塑石化最近接受访问哦，它现在的库存大概有700万桶，对，在海上有600万桶，就包括那个船在运马很远，有630万桶叫战备储油，这是法律规定，你卖石油就要卖汽油就要战备储油，是630万桶哦，要政府许可才能动用。如果我把这些钱用现在油价算，是200亿台币，对，人家是堆200亿台币在那边油库放在，政府说你不能动，你就不能动啊，拿200亿放在这里，韩国是把它没有拿出来，所以200亿如果拿去 ETF， 你1年8%，你就16亿的现利息耶。所以我说韩国人爱贪小便宜。那我再讲一个，而且这16亿完之后还有什么？他可以跟这些中东的油商收租金，对，我2手赚，聪明嘛。对，能源政策叫做投机。不能投机嘛，不能爱贪小便宜嘛。结果你知道吗？它现在就会发生什么大问题？不是90万桶战备储油不见了吗？再来就是大停工。所以这个韩国每日新闻就说，石油危机正在韩国蔓延，所以股市为什么跌那么多？对，10家塑胶企业有7家已经接到通知，你要断料或减少供应了。韩国现在严重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们有些工厂是停产我们这里不是讲过吗？台塑现在叫不可抗力，它没有停产对，拿钱来我就卖给你。韩国现在是 LG 暂停营运，利川化学部分停产，乐天化学直接检修。对，这是一大堆石化厂，因为你油不够，开始在停产我们台湾是拿钱就买得到，对，韩国是停产，那接下来就会影响到什么？下游很叫塑胶加工业，有2万多家的企业雇用24万人90%是20人以上，都是小企业，可能做塑胶袋啊、塑胶杯、塑胶盒子。你现在是上游都停产，你连做都做不出来，不是说涨价就买得到你可能这些人会被冲击，所以整个石油危机会在韩国蔓延。那韩国现在正在努力说要亡羊补牢，因为他现在就开始研议说，开始增加很多船啊，增加11艘油轮啊，然后液化天然气要增加2艘啊，赶紧改善，因为油不够，赶快要去抢油，载人过来。那再来，我们来一比，台湾其实能源政策就要思考，天然气虽然我们现在买了国外澳洲的、卡达的、美国可以支援，但是其实能源的韧性还是要思考。韩国给我们一个教训嘛。有安全的能源才是对的嘛，所以当然天然气其实你还是要很小心，因为波湾地区会停多久我们不知道，因为最后一艘船已经到达港口了，接下来可能卡达这个都不见了，所以为什么要启动核三跟核电？其实是要好好思考，笨的能源政策其实才是最安全的。廷辉老师，我们刚刚看到，所谓的能源政策真的会引起，包括你一个国家到底走在一个对的方向还是错的方向。你错的方向之后，你就跟韩国一样，那会随时是上中下游那个供应链和那个是会断掉。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讲为什么高市早苗要这么火急火燎到了美国去，因为他除了跟带上礼物给川普之外，他们在能源政策上面，日本现在要开始当能源的2房东了。对，我们知道高市早苗本来就是右派的，你看到他走到拜登的前面的自动打签名机，对，他在那边大笑。其实站在他背后的就是川普，川普就是刻意的用这张照片来取代拜登嘛。对，所以其实他的大笑，川普其实笑在心里，要代表说你跟我是同路人，我们自己人。对，所以右派的来讲的话，你看川普一上台，马上开启油田，马上开启天然气的开发。对，而最近来讲，在阿拉斯加的这个天然气的开发，本来日本、台湾就有去参与其中哦，当然韩国也可能想要去参与。那现在重点是这一次的这个高市早苗到美国访问的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大家要注意到，就是他要投资美国的核电厂，也就是包含这个小型模组化的反应炉。对，但是在田纳西州要准备投资这个
SMR 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炉。另外还有什么？针对宾州还有德州的天然气的一个投资案，它也会进行投资。同样的，你看到在现场，我们在白宫的晚宴当中也看到孙正义嘛，对不对？对。好，所以你看到孙正义跟那个所谓的卢克里克呢，他也在俄亥俄州进行动土典礼，准备投资开设 AI 的这个相关中心。同时间呢，孙正义也讲说，他也要开始进行所谓的天然气火力发电的这个项目。所以显然333亿美元建设天然气跟火力发电的项目，对，我们知道说 AI 这样搞的 ，AI 本来就是吃电的怪兽哈，所以他也知道说那个能源的重要性。所以现在你看到高市早苗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其实一大串的部分来讲，也在确保日本他在那边投资的能源没有问题，对，也在确保接下来，比如说从阿拉斯加要拉到日本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我们讲说5到7天左右就可以去支援日本的天然气来讲的话，那这里他也要去进行投资。所以现在高市早苗跟美国之间站在一起没有错，而他本身来讲的话，也可能成为所谓的美国的二房东。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美国事实上把这个能源大权来讲的话，除了自己去卖这些能源之外，他也把能源大权也跟日本合作，也交给日本。所以如果说今天在亚洲地区来讲的话，如果很多国家想要能源的话，是不是可能开口跟日本要？我就举这个例子。这几天越南就跟日本要8000桶的原油，为什么？他说日本你释放出战略储油的时候，可不可以8000万桶来支援我越南？为什么越南不去跟中国要油？为什么要跟日本要油？因为日本可信嘛，而且日本跟这个所谓的越南之间的有关航空方面，或者是有关能源产业方面的投资，都是很先进的。而且你知道在这个越南的2家炼油厂，其中有1家就是日本投资的，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日本可能在亚洲地区可能扮演所谓的二房东的角色是什么概念？就是日本借由这个能源大国，因为他从大房东这边拿了能源出来，跟东亚地区的所有国家共同来支援、共享，然后来把持这样的一个能源的一个上游。这时候呢？害怕的当然就是中国。所以你看到日本很聪明，早期就已经安排了美国的本土本身来讲有很多的天然气的出口的这个港口，然后但是呢，这些到日本来讲的话，至少都要好几天以上。但是现在从阿拉斯加拉这一条线这样下来之后呢，它的天然气这个 LNG 船呢，如果下来之后，只要5到7天就可以到达日本。就显然说，日本除了从美国这边取得替代这个备援中东的这个能源来源之外，另外也要试图缩短这个所谓的能源的补给的这样的距离。所以现在我们不只是看到是二房东的概念，而是日本自己借由这种方式来充足自己的能源，而不使得它的所有的能源的这个困境呢被绑在比如说荷布斯海峡，或是绑在这个马六甲海峡哈。这个就是日本跟其他国家做法不一样的地方。国民哥，我们刚刚看到，现在美国在打的不仅仅是金融战、能源战，尤其在这一次军事上面，它是完全性的碾压，已经让全世界政治非常 shock。但是我们必须要回顾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之前1990波湾战争的时候，35国参加，那时候被大家号称什么？全世界最凶、最猛的空军联队去轰炸，那时候有没有造成死伤？有。但是你看到当时35国，这一次2026的伊朗战事，这一次只有美国跟以色列，而且我们刚刚讲8000多架次出去，没有1架被击落。我心里想，光是美国有到这么夸张、这么强吗？而且从1999到2026，伊朗的防空设施是塑胶的吗？他们完全没有所谓反击的能力吗？我们要先讲1991年波斯湾战争，那时候呢，大概是集结人类史上的最后一次战机数量这么多的战争啊。对，那大概是美国出动了海空军还有陆战队大概2000多架定翼机那还有1000多架旋翼机包含陆航直升机等等那这么多的比如说2000架的定翼机跟1000架的旋翼机，当然还有一些盟国的飞机但是不多那这算是集结人类有史以来最多的最后一次就这么多战机在天上飞的一个战争那这场战争呢，把伊拉克给打垮了，但是其实伊拉克没有垮伊拉克是到2003年第2次波斯湾战争才被推翻
那打了这么多的战争哦，其实当时候呢，其实有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叫做《新战争论》啊，它的英文叫做《War and Anti-War》。对，那其实那一次呢，算是第一次的晶片战争哦，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呢战斧飞弹这么厉害，可以打得很神准哦。但是呢，这次呢，这次我们叫美国打伊朗哦，其实不太一样，说，你好像发现说。好像一些盟国好像都不参加嘛，对，好像只有一个美国在单打独斗。就美国跟以色列，尤其是以美国是为首的，他今天在讲，他是8000架次出去，他今天跟我讲什么？没有一架被击毁，不太夸张了吧？其实呢，这算是说美国取得完整的制空权啊。那其实我们从1991年啊波斯湾战争知道说战斧巡飞弹很厉害，现在已经发展到第4代、第5代哦。那战斧巡飞弹打得很准。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哈，假设呢，这是一门战斧巡飞弹，那是从红海跟波斯湾过来的，但是这是伊朗面对的，你这一面的面对红海波斯湾这个打得到没问题，但是如果说这个隧道它开在朝北边怎么办？对，巡飞弹会转弯，但是它不可能这样子转弯，对，那除非你从中亚地区打过来那中亚地区打过来。不太可能让你借到，那你巡飞弹打不到怎么办？那其实现在美国有完整的制空权，那完整的制空权它就送B-52服役70年的 B-52对 B-2轰炸机呢，直接用重磅炸弹呢，直接飞到你隧道头上，直接丢炸弹下来那炸弹的话，其实重力加速度再加上美国有很多的重磅炸弹那目前已知他们是美国是用 GBU 72这种5000磅的重磅炸弹去摧毁。那根据赫克塞斯他宣布的说法，说在107条就已侦知的藏有什么军火啦，不管你是反舰飞弹无人机等那这107条隧道之中大概有77%的隧道呢被摧毁那这些被摧毁的不是说完全命中为什么因为其实美国知道说你隧道很长，对，但是呢你一定有一些薄弱环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隧道来讲有通风口嘛，其实像我就往你的出入口跟通风口去炸去轰。其实我们雪山隧道一样，你看有没有通风井，有没有什么逃生井，有没有？那个地方呢，其实通常是比较没有我们叫混凝土层没有那么厚那其实说真的，就算美国没有炸中命中你的弹药库或者说军火库，没关系。它只要把你的出入口那种比较轻磅的炸弹，其实都很重了，就1-2千磅的炸弹其实都很重你把这些出入口然后像通风井这些把你炸毁之后呢，其实你会引爆很多土方对。那其实美国在之前去摧毁像以色列在摧毁伊朗的核子设施的时候，其实伊朗的核子设施基本上已经被活埋了，因为已经伊朗要开挖，但是没有开挖的必要。为什么？因为土方太多了，就你再挖出来，其实。不划算其实美国很简单，就是说我炸不掉你没关系，但是我把你相关的一些通风口、出入口给它所以磨灭就像这样子，它的通风口跟出入口有没有？它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我们都以为它躲在他们都躲在地下的碉堡里面，它真的就开一个桶。或是把你的通风口就直接给轰炸掉。其实像这种图片其实我们讲白点就打地鼠啦，就是我们小时候玩具打地鼠嘛，就一个洞一个洞冒出来。对我美国呢就。一个洞一个洞，慢慢的帮你打。那我们总结这场战争第一个是我 AI 战争那第二个就是说，虽然说相较1991年来看，美国没有出那么多架军机，但是量少质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打得准它可以不用出动那么多的架次。对，所以其实它可以减少美军的一些战斗人员伤亡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